1944年6月，近300万盟军登陆诺曼底，成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。9月，计划空降阿纳姆大桥的市场花园行动虽然失败，但西线德军已逐步陷入绝境。眼看二战将近尾声，没想到希特勒竟然又组织了一次大反攻。德军在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遭受重创后，东线部队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。1944年下半年，盟军立刻又在欧洲开发了第二战场。诺曼底登陆后，德军西线也完了，外部的战事越发不利，内部的情况也开始变得恶化。德国民众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，一场围绕刺杀希特勒女武神运动正在暗中策划。内外交困的希特勒高度依赖药物，身体也越来越差，整个人越来越极端和多疑，甚至开始癫狂。同一时间，美军认为离德军投降不远了，但盟军的高级指挥官们依然认为希特勒会进行大规模反扑，只不过他们认为希特勒反扑的目标应该是苏联。可惜盟军只猜对了一半，希特勒确实在策划一场反攻，但目标并不是苏联，而是比利时前线的美军。而此时希特勒跟美军正式交战才几个月，更让盟军没想到的是，这场反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。1944年12月16日，希特勒发起了他的最后一搏，一在比利时、德国、卢森堡三国交界处的阿登地区集中兵力发动反攻，德军兵分3路行动。右翼是迪特里希指挥的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，下辖5个步兵师和4个装甲师，配属约640辆坦克，负责攻占安特卫普。中路是曼特菲尔指挥的第5装甲集团军，下辖4个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，配属约320辆坦克，负责占领布鲁塞尔。左翼是布兰登堡指挥的第7集团军，下辖3个步兵师和1个空降师，负责掩护第5装甲集团军的侧翼。在他们的对面，美军只部署了4个师，还都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。1944年12月9日，距离阿登战役仅剩1周时，美军第1集团军突然在许特根森林发起攻势。许特根森林坐落于亚琛南方的彼得边境上，面积大约50平方英里，林中生长有茂密松树，高约100尺，密林之下伸手不见五指。此前，为了占领许特根森林，美军已经猛攻了2个月，但因为环境恶劣以及德军的严防死守，始终无法拿下。12月初的这轮攻势持续了6天，美军又是碰得头破血流，鉴于伤亡惨重，第1集团军司令霍吉斯将参与进攻的部队调往后方休整，其中美军第4步兵师与第83步兵师换防，调往了被认为是较为平静的巴斯托涅。上帝显然跟第4步兵师开了个玩笑，刚刚逃离地狱，又一脚踏进了鬼门关。1944年12月16日凌晨5点半，在密集的炮火准备后，阿登战役正式打响。主力部队突袭前，按照希特勒指示，德军还实施了2个特别行动，以配合正面进攻。一是代号为鹰的空降作战行动，约1300名伞兵搭乘112架运输机，按计划空降在了美军防线后方。由于没有制空权，莫德尔故意选择在恶劣天气下发动进攻，因为这个时候盟军的飞机无法起飞。但恶劣天气对德国伞兵同样有影响，以致大部分人偏离了预定空投区，最后只集结了300名伞兵，没能起到太大作用。另一场行动的代号为施救，由党卫军上校斯科尔兹内亲自挑选2000名会讲英语的德军士兵，换上美军制服，乘坐美军的吉普车，大胆穿插到美军防线后方搞破坏。斯科尔兹内被盟军称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，曾经成功营救过墨索里尼，绑架过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和他的儿子。搞破坏对于斯科尔兹内而言轻车熟路。阿登战役的前一天，德军先遣突击队渗透到美军后方，摧毁燃料供应站，袭击落单的美军士兵，切断电话线，倒转路标，布设虚假地雷标志。这一系列破坏行动搅得美军后方一片混乱，人人自危，瞅谁都像奸细。无奈之下，盟军司令部只好派出了大量宪兵四处设卡，甭管是谁，甭管军衔职务多高，逮住就是一通盘问，问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，如橄榄球队的比分、棒球明星的名字等。这类刁钻问题只有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才知道，一时间很多德军细作落网。但美国很大，有越人认为是常识的问题，洛杉矶人未必知道。如美军第12集团军群司令布莱德雷上将在接受盘问时就被宪兵问到：伊利诺伊州的州府在哪？
布莱德雷说是斯普林菲尔德，宪兵却表示露馅了吧，应该是芝加哥，看你就像间谍，先关起来。据布莱德雷回忆，在德军的破坏下，约有50万的美国兵互相见面时，如猫见了耗子一般，大眼瞪着小眼，互相怀疑着对方。说回主战场，按照兵力分配，右翼是德军的主攻方向，但由于希特勒要求保密，直到进攻前夕才将具体细则告知各部队。如此一来，秘密是保住了，可迪特里希以下的党卫军各级指挥官也没时间详细研究作战计划。结果，右翼德军的表现十分糟糕，反倒是中路的进展还不错。中路德军指挥官曼特菲尔实战经验丰富，他认为美军分布稀薄，按计划要求先打一轮炮，再冲锋，实属虚空打靶，不仅起不到作用，反而还打草惊蛇。于是曼特菲尔便请求面见希特勒，就别搞什么炮火覆盖了，咱们偷偷的进村。希特勒认为可行，破天荒的批准了。进攻开始后，中路德军迅速突破美军防线，包围了美军第106师的2个团。这2个团是从其他战场调来休整的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便缴械投降。这也是美军在2战欧洲战场上最大规模的投降。随后，趁美军还在蒙圈状态，德军直扑交通要道巴斯托涅，美军被打得连战连败，只能仓皇撤退。不过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支部队逆流而上，赶在德军包围圈合拢之前冲进了巴斯托涅，这就是第101空降师。巴斯托涅是个仅有4000人的小镇，但却有7条公路汇聚于此，是典型的战略要地。12月21日，德军发现巴斯托涅已经有美军驻防，正面攻不进去，便包抄2翼，将小镇围了起来。此时镇内状况艰难，医疗用品紧缺，粮食弹药不足，而莫德尔看到右翼进攻受阻，把一半预备队投入了巴斯托涅，决定从中路突破。不过德军猛攻了2天，始终没能拿下巴斯托涅。见美军抵抗顽强，德军指挥官向101师代理师长麦考利夫准将送去了一封劝降信。信中，德军疯狂叫嚣道：“要么投降，要么歼灭。”麦考利夫被激怒，只回了一个字：呸。12月22日，见巴斯托涅一时啃不下来，曼特菲尔留下步兵继续围困101空降师，装甲部队按计划前进。2天后，德军先头部队前进到距离马斯河只有6公里的塞勒斯，面对德军的犀利进攻，美军第1、第13集团军被切断了与兄弟部队的联系。艾森豪威尔便将这2个集团军交给蒙哥马利指挥，可惜蒙哥马利过于谨慎，命令是12月24日下达的，可英军的进攻时间却被蒙哥马利拖到了1945年1月3日。期间，蒙哥马利还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，宣称英军的进攻非常顺利。可实际上，英军一直在打酱油，硬骨头都是美军啃的。这可把布莱德雷和巴顿气得不轻，一度以辞职相威胁，要求艾森豪威尔立即撤掉蒙哥马利。英美之间的这道裂痕，直至战争结束也没能弥补。话分2头，德军正准备强渡马斯河时，天气突然转好，这一下盟军的飞机就可以开工了。德国人最引以为傲的装甲部队，在美军的绝对制空权下，再次沦为夜猫子。曼特菲尔见状，心知自己手头上这点人马，就算渡过马斯河又怎么样？已经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了。最要命的是，燃油即将见底，如果继续前进，坦克就只能丢弃在战场。与其如此，不如见好就收，保存有生力量。但很显然，他的要求，希特勒是不可能批准的。就在曼特菲尔进退两难之际，巴顿的第3集团军先头部队强势突破德军防线，抵达巴斯托涅，解除了围困。与此同时，艾森豪威尔也调集60万大军，摆出反击姿态。希特勒不认输，决心拼死一搏。1945年元旦，德军出动1000多架飞机，对法国、比利时境内的盟军机场进行空袭，炸毁盟军飞机260架。近60万德军地面部队趁机向阿尔萨斯北部发起了进攻。盟军顶住了德军攻势后，于1月3日也发起大规模反攻。巴顿的第3集团军和坚守阿登地区的美军第1集团军同时出击，从而拉开了阿登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。实事求是地说，美军在阿登战役期间的表现很一般，毫无章法可言，就连反攻也是齐头并进，没有主次之分。但是美国底子雄厚，即便是打王八拳，上去没头没脑的一通乱打，也能打死日落西山的德国人。经过5天血战，中路德军油料耗尽，
大量坦克、装甲车遗弃在战场，被迫撤退。1945年1月6日，丘吉尔向斯大林求援，为了缓解西线压力，苏军提前8天发起维斯瓦河、奥德河战役，这迫使希特勒不得不从西线调兵增援东线。1月12日，在德军抽调兵力对付苏军后，盟军趁机发起追击，战至1月28日，德军被赶回阿登战役发起前的位置。至此，阿登战役结束。阿登战役是2战后期西线规模最大的一次阵地反击战，在历时1个多月的战斗中，德军伤亡4万，损失554辆坦克和突击炮，800架飞机；美军伤亡10万，损失800辆坦克和战车，约1000架飞机，英军200阵亡，1200人受伤或失踪。从数据对比来看，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，但美国的生产力可以迅速地弥补损失，而处于3线作战的德国却无法弥补损失。虽说希特勒这会手上还有900万陆军，然而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临时武装的平民，没什么战斗力。可以说，阿登战役梭哈掉了德国仅存的家底。希特勒迫使英美苟合的战略目标彻底破产，德军再也难以进行持久的有效防御。